一念心清净，处处莲花开。欢迎来到静乐的频道。很久以前，有一座山，名为咒暗山，许多圣人、贤者、僧人隐居在此。这些僧众大都来自八方国土，许多人听闻这座山的盛名，纷纷前来供养朝圣。也有一位长者带着家眷亲属前往山中礼拜。有一个贫穷的女子以乞讨为生，她看到长者率领众人进山朝拜的场面，心里想到，长者们举行斋会，供奉山里的圣贤，我应该去讨些食物。于是贫女向山里走去。贫女来到山里，看到长者陈设着种种美味的佳肴，供养僧众。贫女非常羡慕他们，这些富贵的长者前世行善，所以今日享有富贵，即使成为富人，他们依然勤谨地施惠于人。贫女想到自己的处境，不由得连声哀叹，前世不行善，所以今生潦倒穷苦。她想到，如果现在还不向善，未来生活会更加穷苦。贫女想到这儿，痛苦地哭了起来，或者是想到自己无钱财可施，所以心里悲苦吧。正在哭泣的贫女忽然想到，她曾在污粪中捡到2枚小钱，平常格外珍惜，从来都不舍得花，以防哪天讨不到食物时还有钱可用，不至于饿死。等众僧斋饭结束时，贫女以无比虔敬的心施舍了这2枚钱。按照咒暗山僧人的惯例，每当信众布施后，维那僧会在信众前为其祝愿。当贫女献上2枚小钱后，却是上座高僧亲自为他祝愿，此举引起下座僧人的质疑与不满。那贫女只不过施舍了2枚小钱而已，上座却亲自为其祝愿。平日众人施舍那么多财宝，他都没有亲自祝愿。一时间，众人议论纷纷。上座祝愿结束后，特意留下一半斋饭送给贫女。众人见上座如此礼待他，也都竞相效仿。这天，贫女得到很多食物，心里非常高兴。我刚刚做了一点好事，今天就得到这么多回报。他担住食物离开咒暗山，也许走累了，他到一棵大树下休息，并很快进入梦乡。而另一边，咒暗山所在国家的王后刚去世不久，一国不能无后，国王正派遣使者在国中寻找有福德的女子做王后。使者一行人行至半途，宫廷相师远远地看到一团黄云，他占卜说，黄云盖下一定会有贤者。于是他们来到那棵大树下，看到正在睡觉的贫女。虽然浓郁的树荫遮住了日光，但是光影仍旧不离不散。相师悄悄地对使者说，这名女子可以当王后。于是使者请侍女为其香汤沐浴，为她穿上王后的衣服。奇异的是，衣服不大不小，非常合身，千乘万计左右导从将她护送到宫里。国王见到她福相悦人，心中升起喜悦，对她也格外敬重。贫女一夕之间成为一国王后，入宫后受到国王的喜爱与敬重。贫女独自思维，我之所以得到荣华富贵，是因我施舍钱币的缘故。咒暗山里的僧人对我真是有莫大的恩德。于是他对国王说，我出身贫贱，有幸得到国王的拔擢，才享有今天的荣华，请允许我回报咒暗山里僧众的恩德。国王欣然应允了。王后带领着宫廷侍者，派车队载满食物与珍宝，浩浩荡荡地向咒暗山走去。王后亲自率领大众礼拜，僧众设斋供奉。但是这一次上座高僧没有起身祝愿，只是示意维那僧祝愿。王后觉得很奇怪，于是问道，昔日我只施舍了2枚小钱，上座亲自为我祝愿，如今我带着满车珍宝供奉，您为什么不为我祝愿呢？那些下座僧众也纷纷质疑上座前后不一的奇怪举止。高僧对王后说，在佛法中，不是以珍宝为贵，唯以善心为贵。王后，先前您施舍2枚小钱时，您的善心格外纯净殊胜，而之后不施珍宝时，心里已升起怠慢之心。贫女因纯善殊胜的善念，一夕之间摆脱无尽的悲苦，成为一国王后，而让她彻底摆脱穷苦卑贱的真正法宝。
正是这颗纯净的善心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是贵在真诚恭敬，不在于质量多寡。所谓有一分恭敬心，就能消除一分业障，增长一分福德和智慧；有10分恭敬心，就能消除10分业障，增长10分福德和智慧。即由世上的布施舍去心中的悭贪，增长为他利他的清净心，便能祸福无量。